哈尔科夫战役迎来重大转折，多国正式解除武器使用限制。美国和法国一样将向乌克兰派遣一批军事顾问，德国再援5亿欧元，瑞典也将启封步战车库存，帮助乌克兰组建新机械化旅。精彩资讯即将开始。限制乌军战力的因素有很多，其中最大的2个因素，武器数量和放不开手脚，目前已解决了一大半。接下来将是乌军的表演时间。5月30日，据英国路透社、美国政客网等多家媒体援引一位美国官员和2名知情人士的话称，美国总统拜登决定允许乌军灵活地保卫自己，免受哈尔科夫边境附近的俄军袭击。什么叫灵活呢？就是私下悄悄地允许乌军使用美国军援武器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但仅限于靠近哈尔科夫边境区域，并对乌军所打击的目标做出了限制，仅限于攻击俄军事目标。乌军不能使用这些武器袭击俄民用设施，或向俄罗斯腹地的军事目标发射远程导弹，如 ATACMS 导弹，因为不允许在俄境内进行远程打击的限制依旧没有解除。目前该消息虽然属于尚未宣布的内部决定，但无论美国最后是选择部分解除还是完全解除允许打击俄境内目标的趋势已经不可逆转，届时乌军就可以使用美国提供的武器，如远程火炮、火箭弹等武器，击落俄军向哈尔科夫发射的导弹和来袭的俄军战机，或直接向在哈尔科夫附近集结的俄军部队发起攻击。同时，这也将是美国继向乌运送射程300公里 ATACMS 导弹后，今年第2次放宽对乌克兰武器供应政策。目前，美国白宫、国务院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均未作出回应。是什么原因让美国做出的让步呢？火力军分析认为，首先是受战场因素影响。据上述知情人士透露，自俄军本月开始进攻哈尔科夫后，乌克兰就要求美国解除武器限制。哈尔科夫是乌克兰第2大城市，距离俄罗斯边境仅30公里。在本月10号，俄军重开哈尔科夫战线，其目标是在这里建立缓冲区，以阻止乌军无人机的越境打击。伴随着俄军攻击力度的加大以及攻击下限的拉低，俄军上周曾袭击了哈尔科夫市的一座购物中心，这使乌军在哈尔科夫前线的形势日益严峻，并对外明确提出了需要守住哈尔科夫要求。华盛顿邮报此前称，援引一名乌克兰官员的话称，如果能对俄罗斯实施跨境打击，乌军有能力阻止俄军在哈尔科夫的攻势。因此，即便美国仍然担心战争升级，但也不得不做出一些改变。其次是美国内部的原因，多方都希望拜登批准对俄罗斯进行远程打击政策，如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5月29日就支持解除限制，也是第一位公开暗示拜登可能改变方针，允许此类打击的美国官员。又或是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30日公开表示，要让乌克兰真正能够自卫，是时候重新审视对援乌武器的限制措施了。有尚未证实的消息称，斯托尔滕贝格曾私下悄悄敦促美国和其他国家解禁。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欧洲国家率先做出的改变。美国随大流，像前面说的，乌军要保哈尔科夫，而政策上最先做出转变的是欧洲各国，如英国。据今日俄罗斯5月29日引述乌克兰战略产业部部长顾问尤里萨克的话称，在得到英国授权后，乌军就在用暴风鹰导弹打击俄罗斯腹地目标。5月早些时候，英国外交大臣卡梅伦曾说，乌克兰有权使用英国提供的武器打击俄罗斯。又或是丹麦，其外交部长拉斯穆森于5月30日在布鲁塞尔接受采访时表示，乌军可以使用丹麦提供的 F-16 战机攻击俄本土的军事目标。同时，拉斯穆森强调称，丹麦此举并不意味着乌军可以任意使用 F-16 攻击俄罗斯，而是为了削弱俄军这个入侵者在俄本土上的军事设施，并且乌军也不会和俄军一样进行无差别攻击，不会对平民住宅进行攻击。至于一直表示援乌政策目标是防止冲突升级为更大规模的战争的舒尔茨，立场为什么突然发生转变呢？这主要归功于马克龙总统。5月28日，这位德国领导人还在坚称没有理由在俄乌战争中扩大欧美武器的使用，但在与马克龙总统会晤后，舒尔茨立场发生了转变。他表示乌克兰有权在国际法范围内不受限制使用援助武器。同一天，舒尔茨的新闻秘书斯特芬·赫贝斯特雷特澄清了舒尔茨的立场。他说，乌克兰的防御行动并不局限于自己的领土，他们可能会延伸到俄罗斯领土。不过受制于保密原因，其无法透露于乌克兰关于使用德国武器的具体协议。可见，德国虽不愿意公开这些讨论的话题，但也在低调支持乌克兰。目前，包括美国在内，也有英国、法国、德国、
丹麦、瑞典、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捷克、加拿大、荷兰等国公开宣布，允许乌军使用军援武器攻击俄本土目标。有了武器限制的基础，俄军被赶出哈尔科夫的概率会增大，乌军离胜利也将更进一步。关于美国解除部分武器限制的做法，俄罗斯方面尚未作出回应。但此前5月28日时，让乌军使用援助武器对俄本土目标实施远程打击的做法是在玩火，这可能会使战争严重升级。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也在30日的记者会上再次警告了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国家，称这样的行为正加剧局势紧张。此外，俄新社30日引述俄外长拉夫罗夫的话说，欧美国家持续向乌克兰输送武器，表明他们无意结束俄乌战争。同时，向乌克兰援助 F-16也被俄罗斯视为北约在核领域蓄意发出的信号，俄方不排除在核领域采取额外措施。后续会如何发展，火力军将持续关注。但不得不说，欧美对武器限制的解除将使哈尔科夫战役从攻防战转变为歼灭战。乌军接下来会在利普奇、沃夫昌斯克将俄军反推，消灭掉俄军在此地的有生力量。美国在解除部分武器限制外，又应乌克兰、摩尔多瓦、亚美尼亚以及巴尔干半岛国防部的要求，向上述国家派驻顾问，增强国防部力量。五角大楼发言人帕特莱德表示，这些顾问将为乌克兰政府和部队提供建议和支持，从而使乌军彻底摆脱苏联模式，同时承担非战斗任务，如后勤、监控美国武器的运送以及协助武器维护等等。同时，据路透社5月30日报道，尽管欧盟伙伴担心会与俄罗斯发生直接冲突，但法国仍希望尽快为乌克兰派遣军事教官。据2位外交人员透露，法国首先将派遣少量教官，以评估相关任务的可行性，然后再派遣数百名教官。另外，法国也将提供资金、武器和训练，其训练内容将围绕排雷、确保设备正常运作，以及欧美提供的战机技术等。法国这个决定可能会在下周泽连斯基6月6日参加诺曼底登陆80周年纪念活动时宣布。在武器方面，据法新社报道，5月30日，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留斯秘密访问乌克兰后，在敖德萨宣布追加价值5亿欧元的新一轮军事援助，其包含 IRIS-T、SLM 防空系统、短程 SLS 导弹、黄鼠狼步战车、无人机、坦克、弹药以及备用零件等。皮斯托留斯还强调称，从2025年开始，德国开始向乌克兰交付18门最新型的轮式榴弹炮，同时为乌克兰提供相关的技术人员培训、卫星通信以及修理19辆西班牙的豹式坦克。由此可见，德国的援助一直都得是持续性援助的路子。截至目前，德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已经达到了108亿欧元。舒尔茨表示，德国将继续支持乌克兰，帮助乌克兰度过接下来的危机。此外，据自由时报报道，瑞典在援助空中侦察机后，还将全面启封步战车库存，帮助乌克兰组建新的机械化旅。瑞典29日宣布的新援助总金额高达 12.5 亿美元。在援助的地面系统中，瑞典已经确认向乌克兰转移全部库存的履带装甲战斗车302，以协助乌军组建新的机械化旅，其数量可能会达到239辆。PBV 302装甲车是上世纪70年代就已停产的装甲车，2014年从瑞典军队中退役，其外观长得与美制 M113 非常像，但防护能力更强。其正面可以抵抗20毫米口径穿甲弹的攻击，配有一个单人炮塔，加装了一门20毫米的 HS804 加农炮，一挺 7.62 毫米 FN MAG 通用机枪和2具71毫米天琴座迫击炮，具备可观的火力支援能力。此外， PBV 302装甲车的机动性也很好，非常适合在雨季的乌克兰。仅这一点来说， PBV 302就要比俄乌目前大量装备的各型轮式装甲车都要强。再加上瑞典还将提供备用零件、维修的设备、弹药，这让 PBV 302在如今俄乌双方各式装甲车都极易遭受对方 FPV 无人机打击的情况下，拥有更强的战场生存能力，同时也能更好地帮助乌军实施战术。可见乌克兰的艰难时刻正在过去，而俄罗斯将面临越来越多的问题。据立陶宛媒体报道，近日立陶宛部长宣布决定购买55辆豹2主战坦克，装备一个新的坦克营。德国国防部长强调，立陶宛也表示有兴趣购买 Skyranga 防空导弹，但立陶宛的武装部队的库存中已经拥有 Boxer 装甲轮式车辆。
作为装甲部队运输变体 Boxer 计划在德国作为 Skyrunner 的运载工具，预计今年将交付给德国联邦国防军。德国国防部长表示，立陶宛也希望购买 Marder 步兵战车，但是必须首先检查德国联邦国防军可以交付多少辆这种类型的坦克。皮斯托瑞斯强调，当德国战斗旅于2027年在立陶宛时，两国武装部队之间的互提作性将非常重要。根据相关报道，EXALIA 于5月27日表示，该公司已经获得 Navatia 的合同。这个合同称，由 EXALIA 为西班牙 S80 Plus 级潜艇提供 JDSW 战舰电子海图显示和信息系统。S80 Plus 的总长度约为 80.8 米，水下的排水量约为3200吨。它也是现在世界上最大的常规动力潜艇之一。它的推进系统主要涵盖了生物乙醇隐形技术和空气独立推进系统。这个系统能够保证它在水下停留长达3周的时间。除了这些， S80 Plus 还配备了先进的作战系统和各种武器，其中就包括了 DM-2A4 重型鱼雷、UGM-84 潜艇鱼叉反舰导弹和 SAES 水雷。未来也有可能整合 UGM-109 战斧对地攻击巡航导弹。S80 Plus 级潜艇在开发中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主要是由于需要大幅度修改初始设计，其中包括将船体加长10米以解决浮力问题，并结合额外的技术改进。S80 Plus 的系统被国际海事组织认证为 ECDIS 软件，符合北约的 Standard 标准。这个系统的加入能够为船员提供先进的电子海图，增强相关的能力。根据了解，这款潜艇的诞生是为了取代老化的嘎拉纳级潜艇，用来加强西班牙海军的实力。根据官方媒体报道，近日朝鲜发射的一枚卫星在升空后不久发生了爆炸，这将会是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希望操作多颗卫星，以便于更好监视美国和韩国想法中所遇到的一大挫折。这次的发射失败导致朝鲜的邻国集体谴责，因为在联合国是禁止朝鲜进行此类发射。相关人士认为这是朝鲜在测试远程导弹技术的掩护。朝鲜官方媒体表示，朝鲜只是在西北主要航天中心发射了一颗间谍卫星，但由于疑似发动机出了问题，导致火箭升空后不久，在第一阶段飞行中发生了爆炸。美国国家航空航天技术局的相关人士表示，初步查明爆炸与新开发的液氧石油发动机的运行可靠性相关，将进一步调查其他可能的原因。根据最新报道，近日，德国安全和防务委员在德国柏林郊外的梅泽贝格宫发表了声明。声明中称，德国已经和法国达成了在未来共同开发远程导弹的协议。两国都表示，联合开发的地面主战系统和新一代的空战系统已经获得了重大的进展。以后，两国的军备合作将会更加的密切。根据相关部门发布的消息，近日，法国海军最新的 FDI 护卫舰海军上将罗纳号顺利完成了在斯科夫河的首次海上试航。FDI 护卫舰又被称为中型护卫舰，是海军集团针对法国海军和希腊一些客户专门设计的新型法国护卫舰。为了满足不同国家的需求，这种护卫舰的设计高度通用，能够执行各种角色，包括防空、反潜战和水面战等各种战斗环境。为了让它的升级更加简单轻松，它的架构采用了先进的数字技术模块，同时还配备了 SEA Fairy 雷达、Sentinel 电子战系统和 Captis 4紧凑型拖曳阵列声呐，用于远程潜艇探测。根据法国的计划，将建造5艘外国直接投资的护卫舰，第一艘预计在今年交付。洛里昂造船厂是该项目的关键地点。从2025年开始，经过一系列的优化之后，每年可以交付2艘船。根据最新消息显示，近日美国海军导弹驱逐舰巴斯隆号完成了验收试航，准备交付给海军。根据计划，将在年底正式加入服役序列。报道称，伯克级 Fight 2A 型号的驱逐舰巴斯隆号在大西洋完成了最后一组验收试航后，返回了缅因州的船厂。
这次试航是在通用动力巴斯钢铁厂的操作下完成的。海军检查和调查委员会进行了评估，确认船舰的系统运行是正常的。巴塞罗号是伯克级别 Fight 2A 型号中最后几艘之一，配备的是比较旧的 ANSPY-ED 空中搜索雷达。随后，海军将转向 Fight 3型驱逐舰，这些舰艇将安装新型的 ANSPY-6 空中和导弹雷达。这艘驱逐舰是2013年海军与 BIW 和美国最大的军舰制造公司亨廷顿英格尔斯工业签署的多年合约中的一部分。它的入列仪式计划在今年的晚些时候举行。据相关报道，近日日本7-4式坦克退役，这个号称会弯腰鞠躬的坦克退役，标志着日本防卫力量一个时代的结束。这个坦克之所以被称为会弯腰鞠躬，是因为它搭载了液压悬吊装置，可以让车身上扬或者降低，用来克服复杂地形的影响，让炮塔发射的视野不受地形限制。根据防卫队相关人员的说法，近日大约90辆7-4式坦克退役，不过机组人员该何去何从尚未进行公布。7-4式坦克在1970年中代开始进行服役，又被称为7-4式主战坦克，是日本陆上自卫队使用的第2代主战坦克，由三菱重工业开发。这个坦克的出现取代了当时的6-1式坦克，用来应对冷战时期不断变化的战场需求。7-4式坦克战车包括炮管，全长约9.41米，宽度为3.18米，高度为2.25米。它的战斗重量约为38吨，相较于同时期的其他主战坦克，重量相对比较轻。它的动力系统是3010ZF 型22型10缸风冷柴油发动机，输出功率达到了720马力，最高道路时速53公里。在加满油的情况下，作战范围可以达到300公里。在技术方面，7-4式坦克配备了扭力杆悬挂系统，能够为它提供良好的越野机动性和稳定性。战车还具有液压悬吊系统，允许驾驶员调整车体的高度和倾斜角度，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它在日本多山的地形环境下的作战能力，杜绝了主炮可能压得不够低或者抬得不够高，导致作战受限。7-4式战车配备了对于当时来说相当先进的火控系统，这个系统包括雷射测距仪、弹道电脑和星光夜视仪，然后很快就换成了热成像系统。这些火控系统增强了战车在不同距离和各种条件下的精确性和有效性。7-4式战车的主炮是英国皇家兵工厂的 L7 型的105公里线膛炮，能够发射各种类型的弹药，包括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高爆反坦克弹和高粘着榴弹。这些不同类型的炮弹赋予了战车在对抗装甲和非装甲目标方向时的多样性和灵活性。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对于欧美各国解除武器使用限制有什么要补充的，都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